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请求帮助，你能帮我吗？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？哦，什么事？你快说说看。我昨天看到一个人提好多东西，肯定很重吧。然后呢？我想去帮他，但是有点犹豫。犹豫什么呢？直接问不好吗？我怕他觉得我多管闲事啊。哈哈，你还真会想太多。不是啦，中国人有时比较客气。哦，你是说怕他拒绝我？对，或者他会很不好意思。这倒是真的，我也经历过。所以请求帮助真的很难。不管是求助还是帮助别人。你有没有被人拒绝过帮助呢？有啊，我还记得有一次。讲讲，一定很有意思吧？我看到邻居搬家，东西很多。你肯定主动去帮忙了，对吗？是啊，我说，我能帮你吗？然后呢？他怎么回答的？他说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哇，这不是很尴尬吗？是啊，我就愣在那里了。可能他只是客气一下吧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没坚持。所以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也许可以再说一次，或者直接做。直接帮忙，那不太好吧？看情况，比如帮他开门。哦，这种小事可能没关系。对，那要是我们自己需要帮助呢？我就很少直接开口求助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好意思吗？有点，感觉给别人添麻烦。这种心理很普遍，尤其在亚洲。是啊，怕欠人情，以后要还。但有时真的没办法，必须开口。对，比如问路，我就会问。那你会怎么说呢？有讲究吗？我会说，你好，请问一下。先礼貌打招呼很重要。然后再说，你能帮我吗？这样听起来就比较自然。如果是熟人，我可以更直接点。那是当然，朋友之间没关系。所以，请求帮助也是一门学问。是的，要懂得开口，也要懂得拒绝。还要懂得如何恰当地提供帮助。对，这真的是文化和语言的结合。是啊，比如提供帮助不能太直接。有时候绕个弯子更得体。我记得有次朋友搬家，我问他，你怎么问的？是不是很委婉？我说，你最近忙不忙啊？哈哈哈，这太有中国特色了。对，让他自己说需要什么帮助。这样就避免了强人所难。如果他拒绝，我也有台阶下。是的，照顾彼此的面子很重要。我还看过一个说法，叫顺水推舟。哦，这怎么理解呢？讲讲看。就是在别人需要时自然的提供。不露痕迹的帮是最高境界。比如看到别人拿很多东西，你会主动帮他开门吗？我会直接走过去帮他拎一下。这种行为就很温暖，很自然。
尤其在电梯口，你懂的。那是真的帮到了心坎里。但有些请求真的很难说出口。比如涉及金钱方面的帮助。对，那需要很大的勇气开口。你觉得这种情况下怎么开口？我会先表达自己的困境，再问。比如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然后，你能借我一点吗？这样听起来就不会太突兀。没错，给对方一个接受空间。你觉得这种借钱请求怎么回应才不伤和气呢？哦，这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啊。中国人很看重情义和面子，所以拒绝也要很讲究方式。不能直接说不，会伤感情。也许可以说，我最近也周转不开。或者，我先帮你问问其他人。这就叫曲线救国式拒绝。哈哈哈，形容的太到位了。既表达了关心，又避免了尴尬。这种语言智慧真的值得学习。不仅仅是词句，更是思维方式。说到思维方式，我想到一个。什么？是不是关于集体主义？请求帮助也和集体有关。比如村子里大家互相帮忙。对，感觉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。不需要特别的请求，就伸出援手。现代社会这种感觉弱了点。也许下次我们可以聊聊城市里。也许下次我们可以聊聊城市里。对，城市生活节奏更快，人际关系也变得更复杂了。请求帮助好像多了层顾虑。没错，怕给别人添麻烦。这可能就是中国人说的面子。哎呀，面子问题真的很重要。感觉拒绝人或被人拒绝都很伤。是啊，所以才要委婉一些。我有一次在城市里搬家。哇，搬家可是体力活啊。我一个人真的搞不定。那你开口求助了吗？我纠结了好久才打电话。哈哈，心情我能理解。我担心朋友们会觉得麻烦。结果呢？他们怎么说？没想到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。那太好了，你肯定很感动。是啊，但心里就有了人情债。这个词真是一针见血。这种债比金钱还难还清。它更多是情感上的连结。你说，怎么还这种人情呢？哎，这确实是个大难题。那么，大家觉得呢？遇到人情债怎么还最合适？是立刻回礼，还是等待机会？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，看情况。比如请吃饭，算不算还了？算是一种心意，但不是全部。哈哈，有点意思。中国人很讲究礼尚往来。这就是人情的循环模式。你来我往，关系才更牢固。没错，是社会关系的纽带。这种相互帮助是一种美德。所以，请求帮助不只是求是，还在维系着人际网络呢。哇塞，这么一说就深奥了。就像一个巨大的无形银行。存入善意，
取出帮助。积累的信任才是最宝贵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到一个更难的。什么情况？你又挖坑了。就是那种无能为力的请求。比如，明明帮不上，却很难拒绝。对，下次我们好好聊聊。哈哈，这下可难倒我了。哈哈，这下可难倒我了。是啊，那种请求往往带着人情债。没错，拒绝了真的会伤感情。尤其亲近的人更难说不。怕对方觉得我们不够意思。我有次遇到朋友求我借钱。哇，那你当时怎么办的啊？我当时手头真的不太宽裕。直接拒绝确实会很尴尬吧？我只能很委婉地表达困难。就是说，找个好听的借口。对，要给对方留足了面子。这真是门高深的学问呢。是啊，处理不好就麻烦了。我觉得中文的不好意思。哦，它也常常代表一种拒绝。有时是我真的帮不了你。听的人能明白其中的含义，又不会让人觉得太生硬。那你觉得何时能直接拒绝？这要看情况和关系亲疏。说到拒绝，中国文化讲究情面。对，就是不能让人下不来台。拒绝时要顾及对方的感受，不能只是冷冰冰的讲道理。所以委婉表达就特别重要。是啊，人情大于一切的体现。哎，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。什么？你又有什么新发现？有人会假装答应，然后拖延。哦，给对方一个缓冲时间吗？对，或者等对方自己放弃。这也是一种拒绝方式啊。但这种有点考验耐心了。所以求助者也要有眼力劲儿。得看出对方是不是真心想帮。如果对方犹豫，就别再勉强。适时收手也很重要呢。这叫知难而退，很有智慧。否则只会让彼此都尴尬。那么，如果对方一再坚持呢？哇，那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怎么处理才好？下次我们聊聊如何优雅的拒绝。还有如何不失礼的被拒绝呢？哈哈，这话题真是讲不完。确实，人际交往太复杂了。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趣。细细品味都是生活哲学。是啊，每次都有新感悟。这才是沟通的魅力所在。是啊，每一次深入都觉得有意思。尤其涉及到请求帮助这种事。对，语言的力量太关键了。还有文化背景的微妙影响。比如面子这个问题就很有趣。哇，说起来我就想起一件事。哦，快讲讲，我很好奇。我有次求人帮忙搬家，很不好意思。这很正常啊，谁都想自己搞定。但我觉得对方会觉得我很麻烦。那你是怎么开口的呢？我先说真的不好意思麻烦你。哈哈，这是典型的客套话。然后又反复强调你如果不方便没关系。这就是
再给对方留面子。怕他不好意思拒绝我。这就是我们文化里很微妙的地方。不给对方面子，反而让人为难。是啊，有时直来直去反而不好。那么，你觉得拜托和麻烦你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啊，感受完全不同。我觉得拜托语气更重一些。对，它含有更深的请求意味。比如你求别人帮大忙时会用。没错，像是求人解决大难题。而麻烦你就比较日常了。比如请同事倒杯水就能用。很小的请求，比较随意。你觉得在什么情况下用拜托更好呢？估计是那种自己完全搞不定的事。对方帮完忙，你也会心存感激。对，这会形成一种人情债。哇，你提到这个词很有意思。这也是我们文化里很重要的一环。意思是下次我要还你一个人情。大家都会记在心里呢。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谢谢。没错，是需要实际行动来回报的。我有次帮朋友搬家，累得够呛。他后来有没有回报你呢？他请我吃了好几顿大餐。哈哈，这就算是还人情了。我当时觉得只是小事一桩，但在他心里，这是大大的人情。原来是这样，理解更深了。所以，请求帮助要看关系远近。是啊，不能随便欠人情。如果帮了忙，你也要记得回报。这就是所谓的礼尚往来。那如果请求帮助的事很棘手呢？哇，那要考虑更多了。比如帮人保守一个秘密。这就上升到原则问题了。对，下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。对，下次我们好好聊聊这个。是啊，保守秘密确实很难。这关系到信任和责任感。如果这个秘密非常重要呢？那你就要仔细考虑后果。我可能不会轻易答应的。帮人要量力而行才好。是的，不能勉强自己，否则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看来请求帮助学问很多。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懂得如何帮助别人很重要，更要学会如何接受帮助。哈哈，接受帮助也很重要。是的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。有时会觉得有点麻烦别人。其实大家都很乐意互相帮忙。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。对，真诚的帮助最有意义。这样关系会变得更紧密，也会让社会更加温暖和谐。今天的讨论真的很有意思，学到了很多关于人情的道理，也明白了请求帮助的边界。是啊，人际关系真是一门学问，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才行。希望大家都能很好的处理。无论是请求还是给予帮助，这都体现了我们的情商。是的，情商确实很重要。沟通方式也会影响结果。委婉还是直接都有讲究。语气和表情也很关键呢。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！
看来下次可以聊聊沟通。哈哈，又是一个新话题。对啊，生活处处是学问。每次聊天都有新收获。今天聊的请求帮助很有趣。我最大的收获是理解分寸。那么，大家有没有难忘的求助经历？或者你是如何开口寻求帮助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也说说你给予帮助的感受吧。下次我们来聊聊如何拒绝帮助。这也是一门重要的生活艺术啊！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期待下次再和大家一起聊天。希望大家今天都有所收获。我们下次再会，朋友们。